东胜神州奥莱国海中有一座花果山，山顶上立着一块仙石，吸纳了天地精华，日月光辉。不知过了多少年，有一天，那石头竟砰地一声崩裂，从里头蹦出了一只石猴。这只猴子后来上天入地，无法无天。他大闹龙宫，夺走了定海神针；大闹地府，勾去了生死簿上自己的名字；大闹天宫，把10万天兵天将打得落花流水，连玉皇大帝都拿他没办法。最后是如来佛祖翻过一只手掌，才把他压在五行山下，整整500年。你一定听过他的名字，孙悟空，齐天大圣。从小到大，他大概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英雄。一根金箍棒，一双火眼金睛，一个筋斗10万8千里，多少人小时候都幻想过自己就是那只神通广大的猴子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么一个上天入地谁也管不住的猴子，到底象征着什么？西游记的作者给了他一个极深的别名，叫心猿。心是我们的心，猿就是这只猴子。原来那只躁动不安，上蹿下跳，贪心好胜，一刻也闲不住，谁的话都听不进去的猴子，就是你我每一个人心里那颗永远静不下来，总想着要更多的心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带你重读这部4大名著里最热闹也最深的一部书。你会发现，唐僧师徒走了10万8千里，历了整整81难，一路降妖伏魔，到西天取的根本不是什么经书，他们从头到尾真正要降服的是这颗比天还高，比海还深，连如来佛都要费一番功夫才压得住的心猿。先说说这本书，《西游记》是中国古典4大名著之一，一部长达100回的神魔小说。我得先把一件事说在前头，它是文学，是想象，不是历史。书里的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、龙宫、天宫、81难，全是作者天马行空的虚构，真正有历史根据的只有一条：唐朝确实有一位高僧玄奘法师，为了求取真正的佛法，不顾禁令，独自一人西行5万里，历尽艰险，到天竺取回了佛经。这趟真实的取经本身就是一段传奇，于是被后世一代一代的传说、加工、神话，到了明代才被文人写定成这部光怪陆离的奇书。至于作者是谁，今天我们一般署名为明代的吴承恩。但说句老实话，这个署名是清代以后才慢慢被认定的，学界其实一直有争论，最早的课本上根本没有写作者的名字。所以你可以这样理解，《西游记》不是某一个天才一个人凭空写出来的，它是从玄奘取经的真事，到唐宋以来说书人口耳相传的话本，再到元代搬上舞台的杂剧，几百年里无数人添砖加瓦，最后由一位文人妙手写定的集大成之作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它才那么丰富，既有上天入地的奇幻，又有市井百姓的幽默，更藏着一层极深的修心寓意，老少都能读，越读越有味道。我们今天不可能把100回都讲完，我挑出4个你一定听过的关键情节：石猴出世、大闹天宫、3打白骨精、真假美猴王。顺着这4段，我带你看清，在这满天神佛、满地妖魔的热闹底下，《西游记》真正想说的那条主线。我们先从那只猴子的出身说起。那块仙石崩裂，蹦出石猴之后，他和一群猴子在花果山上自在玩耍，可饮山泉，饿食山果，日子过得无忧无虑。有一天，众猴发现一道飞瀑，说谁敢钻进那瀑布，又能平安出来，就拜他为王。石猴二话不说，一个纵身跳了进去，发现里头竟别有洞天，是一座天造地设的石屋。石屋前的石阶上刻着10个大字：花果山福地，水帘洞洞天。他欢天喜地带着众猴住了进去，自己也顺理成章当上了大王。众猴推他为王时，他先说了一句话：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。一个人若没有信用，真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。你看，这只猴子一出场，就带着一股不甘平凡、说一不二的劲儿，当上了美猴王，呼风唤雨，称霸一山，按理该知足了吧？可是有一天，他看到一只老猴死去，忽然悲从中来，原来再快活，再风光，也逃不过一个死字。从那一刻起，他心里燃起了一个巨大的念头：我不要死，我要长生不老，我要超越生死。为了这个念头，他毅然告别猴群，独自一人扎起木筏，漂洋过海，访遍名山大川，吃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拜在一位神仙祖师门下，学会了72变和一个筋斗10万8千里的通天本事，还得了个名字，叫孙悟空。你品品这个开头，一只猴子从一块石头里蹦出来，
本可以在花果山快快乐乐过一辈子，偏偏不肯，他要更犟，要更久，要超越一切限制。这股劲儿，正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那颗心最原始的模样，永远不满足，永远想要更多。学成了一身通天本事，这颗心就再也关不住了。孙悟空回到花果山，第一件事就是闯进东海龙宫，硬是要了一件称手的兵器，把那根13500斤、能大能小、能随他心意变化的定海神针当成了自己的金箍棒抢了去。紧接着，他又大闹地府，把生死簿上自己和猴子猴孙的名字统统一笔勾销，连阎王都奈何不了他。玉皇大帝想把他招安，收进体制里管着，便封了他一个看马的小官弼马温。他起初还挺得意，后来一听说这不过是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，顿时勃然大怒，反下天庭，自封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名号齐天大圣，意思是我这只猴子要和老天爷平起平坐。玉帝派兵去打，反被他杀得大败。后来他又搅乱了王母娘娘的蟠桃盛会，偷吃了太上老君炼的金丹，彻底把天庭闹了个底朝天。10万天兵天将层层围剿，动用了各路神仙，竟还是拿他没有办法。最狂的是，当如来佛祖亲自问他凭什么敢这样大闹天宫，他理直气壮地说，皇帝轮流坐，明年到我家，皇帝这位子又不是谁家祖传的，轮也该轮到我老孙来坐了。你听听这话，狂到了什么地步？这就是一颗心在彻底没有约束之后的样子，本事越大，欲望就越大，胆子也越大，大到最后连天的位置都想去夺。他不再有任何敬畏，不再认任何规矩，觉得这天底下没有自己得不到、不能要、不敢碰的东西。可是一颗狂到要夺天的心，等着他的会是什么？西游记在这里给了一个极有分量也极耐人寻味的答案。面对闹翻了天谁也治不住的孙悟空，如来佛祖却不慌不忙，只笑着跟他打了一个赌，你不是说一个筋斗就能翻108000里吗？好，你若能一个筋斗翻出我这只手掌心，这天宫我就做主让给你。孙悟空大笑，这还不容易？他纵身一跳，驾着筋斗云没命的飞到天边，看见5根肉红色的柱子，以为到了世界的尽头，还在柱子上撒了泡尿，写了一行字做记号。等他得意洋洋翻回来，才发现那5根柱子竟是如来的5根手指，他压根就没能飞出那只手掌。如来反过手掌，化作一座五行山，轻轻一压，就把这个闹得天翻地覆的齐天大圣死死压在了山底下，一压就是500年。500年里，他饥餐铁丸，渴饮铜汁，动弹不得。你看，这只猴子本事不可谓不大，可他越是无法无天，最后给自己招来的那座大山就越是沉重。这就是《西游记》在开篇用大闹天宫悄悄告诉你的第一个道理。一颗放纵到没有边界的心，看起来无所不能，谁也挡不住，可他最终要面对的恰恰是自己一手招来的反噬。压住孙悟空的从来不只是如来的手掌，更是他自己那颗不肯收、不肯停、不肯认的狂心。本事可以无边，可一个人若连自己的心都管不住，那身通天的本领反而会变成压垮他自己的那座山。500年后，转机终于来了。唐朝的高僧玄奘，也就是书里的唐僧唐三藏，奉旨西行取经，路过五行山。观音菩萨早有安排，只要唐僧揭去山顶那道封印的符咒，就能放出孙悟空，让他保护唐僧一路西天取经，戴罪立功，将功折罪。唐僧一言一接符，霎时山崩石裂，被压了整整500年的孙悟空一声长啸，破石而出，重获自由，拜唐僧为师，从此踏上了漫漫取经路。但你别以为这就万事大吉了。刚被放出来的孙悟空野性难驯，脾气火爆，动不动就嫌唐僧啰嗦，嫌路途难走，赌气甩手就要不干。观音菩萨于是给了唐僧一个法宝，一顶嵌着金箍的帽子，哄着孙悟空戴上。这金箍一旦戴上，就再也摘不下来，只要唐僧念起那段紧箍咒，金箍就会紧紧收勒，疼得孙悟空抱头满地打滚。从此这只无法无天的猴子头上多了一道紧箍，心里也多了一道约束。写到这里，《西游记》的作者给这一回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目，叫心源归正，六贼无踪。这一回的开篇还提着一句点睛的寄语，佛即心兮心即佛，佛就是这颗心，这颗心就是佛。心源就是这只猴子，就是那颗狂心，归正就是被收服，被引上正道。原来作者早就借着回目和寄语点明了，
取经这条路真正的起点不是离开长安的第一步，而是给那颗狂奔了500年的心套上第一道约束的这一刻。一颗心若永远没有边界，没有方向，它只会像当年那样把自己一路闹进5行山下，被自己招来的大山压垮。唯有先给它带上一道紧箍，立下一个方向，这颗心才谈得上真正踏上修行的路。带上了紧箍，取经路就太平了吗？恰恰相反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最著名的一难就是3打白骨精。师徒几人走到一座荒山，山里藏着一个尸魔，叫白骨精。他听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，便动起了歪脑筋。他不敢硬来，而是接连变了3次，先变成一个来送饭的花荣村姑，再变成一个寻女儿的老婆婆，最后变成一个找妻女的老公公，一次又一次温情脉脉地接近唐僧。可他千算万算，没算到孙悟空有一双火眼金睛。妖怪再怎磨变，在悟空眼里都是原形毕露。于是他不由分说，一棒又一棒，再一棒，3次都把那人打死。问题来了，肉眼凡胎的唐僧看到的却是悟空连杀3条人命。他又惊又怒，认定悟空残忍好杀，任凭悟空怎么解释，他就是不信，念起紧箍咒，把悟空一顿好罚，最后甚至写下贬书，狠心把悟空赶回了花果山。你看这一难的妙处，那妖精的变，孙悟空一眼就看破了，可唐僧心里的那道坎，偏听猜忌被表象蒙蔽，却怎么也看不破。火眼金睛能照见外面的妖，照不见的是人心里的那个结。多少时候我们也像唐僧一样，真正为我们好，跟我们讲真话的人被我们当成了坏人赶走，而那些变着法子讨好我们蒙骗我们的，反倒被我们当成了好人留在身边。看破一个妖容易，看破自己心里的成见难。3打白骨精这一难，其实藏着《西游记》全书最要紧的一句话。早在取金刚上路的时候，寺里的众僧们纷纷劝唐僧，西天路远，山高水深，毒魔恶怪难降，您一个出家人何苦去冒这个天大的险。唐僧听了没有多说一句，只是默默地伸出手指了指自己的心。众人都不解其意，他才缓缓说出那句点透全书的话：心生种种魔生，心灭种种魔灭。心里一旦生出妄念，种种妖魔就跟着生出来了。心里若能止息妄念，清净无染，种种妖魔也就跟着消灭了。你回头再看那一路上的81难，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真相：西天路上那些妖魔鬼怪固然有外来的，可更多的劫其实是师徒几人自己的心里先生出来的。唐僧移动了猜忌之心，师徒就离心离德，悟空就被赶走，这是心生招来的魔。猪八戒移动了贪吃贪睡，想散伙回高老庄的退缩心，队伍就跟着动摇，这也是心生招来的魔。真正拦住他们去路的，从来不只是山高水险妖精挡道，更难过的那一关，往往是各自心里那一点私心、猜忌、懈怠和动摇。所以《西游记》才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你，你人生路上遇到的很多妖魔，与其说是外头来的，不如说是你自己那颗心先把它招来，又一手把它养大的。心一乱，处处是魔；心一定，魔自然就散了。如果说3打白骨精是心里生出的猜忌，那《西游记》里还有一难比这更深、更可怕，也更耐人寻味，那就是脍炙人口的真假美猴王。又有一次，孙悟空打死了几个拦路打劫的强盗，唐僧再次怪他心狠滥杀，念起紧箍咒，狠心又把他赶走了。就在这时，冒出来一个一模一样的孙悟空，打昏了唐僧，抢走了行李，还准备自己另组一班人马去取经。等真悟空回来，2只猴子撞在一起，糟了，这2个悟空长得一模一样，本事一模一样，连那根金箍棒那套72变都分毫不差。从花果山一路打到天宫，连照妖镜都照不出真假，告到观音那里，观音分不出，上到天庭，玉帝分不出，就连唐僧念起紧箍咒，2只猴子一起喊疼，照样分不出。这假悟空后来被点破，是一只神通广大、善灵音、能查理、知前后、万物皆明的六耳猕猴。西游记给这一回的回目又起得极深，叫2心搅乱大乾坤。2心就是2颗心。你细想就会发现，那个假悟空其实根本不是外面来的妖怪，他就是孙悟空被冤枉、被赶走之后，自己心里生出来的那一股怨气，那一个不服、想撂挑子、想自己另起炉灶的念头。真假2个猴王打作一团，闹得天翻地覆，说穿了就是一个人的心裂成了2半，
自己跟自己打。这世上最难变、最难降的妖，从来不是外头那个明着与你为敌的，而是你自己分裂出来跟你唱反调的那第二颗心。真假美猴王，真假难分，最后闹到了西天，告到了如来佛祖面前。如来佛法无边，一眼就看穿了那只假猴子的来历。可你注意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极有深意。如来对座下众人说：汝等俱是一心，且看二心竞斗而来也。你们大家都是一颗专一的心，且看这两颗争斗不休的心正闹到我面前来了。你听，如来根本没把这当成一场普通的捉妖，他一句话就点破了，这压根不是真悟空对假妖怪，而是二心相争，是一个人心里那两股互相撕扯的念头在彼此较量。最后假悟空现出六耳猕猴的原形，再也无处遁形，被孙悟空举起金箍棒一棒打杀。那一棒打死的表面上是一只作乱的妖猴，骨子里却是孙悟空亲手接了自己心里那个怨怼、动摇、不服气，想分裂出去另起炉灶的二心。从此师徒终归于好，那颗裂成两半的心又重新收回成了一心，取经的队伍才能继续往西走。这一段把《西游记》修心的主旨推到了最高处。他告诉我们，人这一生最大的内耗往往不是和别人斗，而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，一边想坚持，一边想放弃，一边不甘心，一边又认了命。所谓修行，所谓成长，到头来就是这场一心与二心的较量。你能不能在无数个动摇的瞬间，把那个分裂的、自我拉扯的、想打退堂鼓的心一次次重新收拢，定成一颗专一、笃定、认准了方向就一往无前的心。降服了二心，师徒几人重新拧成一股绳，才终于走完了最后的路。一路上风霜雨雪，暑往寒来，他们斗过了无数妖魔，翻过了喷火的火焰山，渡过了800里宽的通天河，前前后后历尽了整整81难，少一难都不能成正果。终于有一天，唐僧师徒走到了灵山脚下，登上了佛祖所在的雷音宝刹，取得了那一车真经。功成圆满之时，孙悟空头上那道折磨了他一路的紧箍，竟在不知不觉间自己消失了。因为到了这一步，他的心已经修成，再也不需要那道紧箍来约束了。故事到这里，那条真正的主线也终于清清楚楚地浮现出来了。好，20分钟到了。今天我们从花果山那块蹦出石猴的仙石出发，看一只管不住的猴子怎么大闹天宫，被压五行山，带上紧箍踏上取经路，又怎么在三打白骨精、真假美猴王这一难难里，一次次跟自己的心较量。你发现了吗？西游记那108000里81难，师徒几人千辛万苦取回来的真经，其实一直不在西天的雷音寺里，它就在每个人自己的心上。那只上天入地谁也降不住的心源，正是你我那颗躁动、贪婪、好胜、永不满足的心。而所谓取经，所谓81难，从头到尾磨的都不是脚下的路，而是这颗心。降服了心源，你也就取到了属于自己的那部真经。这就是《西游记》藏在热闹神话底下，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课。人生最远的那条取经路，不在脚下，在心里。最难收服的那只妖，不在西天，就是你自己。如果这趟取经之旅让你有收获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。下一集，我们从神魔纵横的西天取经路，走进一部劝人向善、讲因果报应的劝善奇书《太上感应篇》。最后，在留言区告诉我，大闹天宫的狂，三打白骨精的冤，还是真假美猴王的二心，哪一难最像此刻的你？我们下集见。